我在护送战友骨灰返乡的时候，看见战友老母亲被村霸拿刀追砍，我直接一拳击碎村霸喉咙，致其死亡。当兵6年的我被迫转业。首长真的要让他转业吗？他可是我们部队好不容易招收到的，是难得的高学历人才，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就这样让他离开部队，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巨大损失。听完电话里领导的话，这个中年首长惋惜地看着面前的年轻人。是，好的，我知道了，我服从命令。挂断电话后，这位中年首长看向张敏说：“张明，这件事的影响还是太大了。虽然我们都知道错不在你，这件事我也很愤怒，但是没办法，你还是需要调离现役部队。至于转业后的去处，我们这边还需要商量。”眼前中年人的话如同最终的审判。沉默片刻，张明立正抬手敬礼：“我服从组织决定。”放下手，张明表情有些复杂的离开了中年首长的办公室。没想到我这才当了短短6年的兵，就要被迫转业了，实在有些可惜。我真是挺喜欢这军营生活的，后悔吗？我还是不会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想到前些天发生的事，从而造成社会舆论非常厉害，张明苦笑着摇了摇头。几天后，公安部副部长蒋欣看完手中张明的个人资料，一边是震撼，一边则是头疼。看着这份堪称奇迹的个人档案，副部长蒋欣感觉头都有些大了。上边明确要求张明同志转业后要担任正处级职位，可这29岁的正处级说出去真的要吓死个人。在公安部门，正处级岗位对应的是3级警监，那可是要穿白衬衫的。这么年轻的白衬衫，又没有警界基层经验，这要如何安排？愁眉不展了许久，蒋欣的眼睛突然一亮，再次查看了一遍张明的个人简历，他还真想到了一个适合张明又能让所有人挑不出问题的岗位。几日后，接到自己下一步去处的张明表情也显得极为错愕。公安大学法学副教授，公安部2局经济犯罪侦查局情报岛侦处代理处长，正处级。原本张明以为自己的下一步应该是回到老家，给予自己省内某个2线衙门的一个副处级岗位，但没想到非但没给自己降级，这还算隐隐的升了1级。对于这个结果，张明可以说是异常的意外，毕竟自己就是个父母都已经去世的孤儿，没背景也没关系。没想到组织竟然会给自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职位。就在此时，有人走了进来，看到来人是魏华，张明连忙立正敬礼：“首长好。”魏华给张明回了个礼后，走到张明办公桌旁边坐下，随后示意张明也坐下。转业后的去向应该收到了吧？是，收到了，首长。魏华叹了口气，看着张明这张年轻帅气的脸庞，开口嘱咐道：“但到了部里好好干，你这年纪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其实以你的学历和专业，转到地方可能会更加适合你。军队是很好，但是需要用到你专业的地方确实不多。到了地方上，我觉得更能发挥出你的才能。不瞒你说，我可能也要调任了。希望我们能够一同努力，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我遵从组织安排。几日后，帝都公安部人事处看着张明的调令，负责办理的工作人员看着张明年轻的脸，一时之间甚至都觉得张明这份调令是伪造的。没办法，张明太年轻了，不单单是脸看起来很年轻，29岁的年龄和3级总监的职位，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有些不当。如果不是前几天就接到了通知，他这个30多岁的2级警督真的有些想要报警，说碰到骗子。领导，您稍等，我这边先给您办理登记，然后送您前往经济犯罪侦查局。折腾差不多半个小时，张明被送到了不远外的2局经济犯罪侦查局。此时，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办公室内，林书记，人我给您送到了，部里那边还有事，我得先回去了。随着办公员转身离开，办公室内就只剩下了经侦局党组书记林远和张敏。张处长，我代表局党委欢迎你来我局任职。你的情况部里领导已经跟我沟通过了，你的履历极其优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哪里，您过奖了。张明，关于你的工作，我和局里这几天也商讨了一下，暂定是这样安排。因考虑到你在公安大学还有任职，局里的情报导侦工作也并不是很多，具体的工作时间你可自行安排。但是如果局内有紧急工作，需要你以局内的工作为主，你的装备、证件、警服和宿舍问题稍后你去综合处，综合处的李海处长会帮助你领用。和书记简单的聊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后，张明被带到了不远外的宿舍中。张处长，局里的宿舍楼和部里用的是同一栋，房子比较紧张，因为地段关系也稍微有些陈旧，你多担待。这已经很好了，感谢组织的关心。张处长，你收拾收拾。局里的意思是下周1你在正式上班就可以。你和公安大学那边沟通过后，把你的工作安排记得通知给我，这关系到你的考勤问题，你先忙，局里还有事，我就先回去了。简单整理了一下房子，张明还是挺满意的。换上了刚刚拿到的白色警衬衫，张明心中还是很满意的。果然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没想到自己中校的军衔还没带几天，就变成了警监了。看了看时间，张明再次出门，打车来到公安大学人事处。和上午前往公安部内不同，人事处的副处长前些天刚休过年假，所以并不知道张敏的情况。这会突然看到一个如此年轻，肩上就挂着3级警监衔的小伙
伙子，属实吓了一跳。您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吗？听到有人开口招呼自己，张明笑着走到对方身前，随后从档案袋中拿出了自己的聘书。看到聘书上的信息，副处长属实是吓了一跳。张处长，麻烦你稍坐一下，处长去开会了，您的事情需要稍后由他回来办理。听到对方的话，张明笑着点点头，和这名副处长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十几分钟后，又一名身穿白衬衫的中年人走进了办公室。当看到张明时，表情不由得愣了下。你好，你是张明同志对吧？见对方直接就认出了自己，张明表情显得有些诧异，而对方明显读懂了张明的想法，笑呵呵地说道：我刚刚去参加的会议，就是落实你的岗位问题。看文件上你是3级警监，我一下也就想到你了。毕竟除你以外，怕是也不会有这么年轻的3级警监了。来吧，我跟你对接一下你之后的工作。1小时后，张明拿到了自己的教师证、学校的餐卡等物品。因为今年学生已经开学了，选课也已经完毕，所以今年学校并未给张明安排固定的课程内容，张明只需要配合学校法学专业教授，在对方有事时带上几节课就可以。再三确认学校这边自己今年就只是挂个名，非必要情况无需来学校上课。张明这才返回了局里给自己分配的宿舍。1日早上，张明看着和自己这张脸显得不那么搭的白衬衫，心中却是丝毫不慌，毕竟自己这身衣服可不是靠吹吹捧捧、腹背蒙阴才穿上。张明整理完衣装，便出门打车往经济犯罪侦查局而去。你敢信，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我，29岁就已是处级干部，公安部主任对我十分信任，直接让我去调查全城100亿大案。1日清晨，张明打车出门，很快便来到了经济犯罪侦查局情报到侦处办公室内。今天几人来的都格外的早，对于处理今天要来个新处长的消息，他们早就已经收到了消息。周处，我听说这次局里给我们安排的这位新处长好像特别年轻啊，背景是比你都大吗？背景大不大不知道，之前林书记找我谈话，告诉我新来的这位是部队转业而来的，非但没有按照一般情况降1级使用，反而直接就挂上了3级警监、5级副教授。现在年轻人真厉害啊！我听说对方还不到30岁，真是少年英才，不像我干了10几年，还只是一个1级警督。听到周航的话，刚刚提问的穆雪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自己26岁能晋升为正科，原本他已经非常满意了，可这凡事就怕对比，人家没比自己大几岁就正处了，属实让他有些心塞。听到两人的聊天，一旁的周琳琳也忍不住开口吐槽道：这么牛的吗？这得是什么履历啊？能直接转到我们部委上班就算了，还直接就定领导岗位，这背景真就是通天了是吧？办公室内，另外几人虽然没说话，但都在关注着几人之间的聊天。嗨，谁知道呢？我们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人家要进步，我们这群普通人可拦不住。办公室外，张明看了看门口挂着的牌子，随后便直接走进了办公室。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张明笑了笑，从容不迫地开口自我介绍道：各位同事，你们好，我是张明。看着众人表情各异，随后纷纷鼓掌。张明也没再继续寒暄，直接组织开了个小会，简单的让众人介绍了一下各自的情况。片刻后，会议结束，张明就大致的了解了处理的情况。情报到侦处包含他在内也不过6人，大概了解过后，张明不由在心中感慨：好家伙，真就是全员副科级以上委，真不愧是部委的处室，这平均级别确实是高。好啦，散会吧。周处，我这边刚刚调来，处室内的正常工作还要你这边继续再辛苦一段时间。周琳琳，麻烦把处内最近2年经办案件的档案找给我，我学习一下。说完话，张明就转身离开了会议室，往自己的小办公室走去。张明离开后，众人之间沉默片刻后，周琳琳开口说道：我的个乖乖，23岁双博士学位，这就是我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吧？这履历幸好不是毕业就进入仕途，否则要是提拔得快，如今怕是都要复听了吧？随着周琳琳挑起了话题，周航也是长叹了一口气，心想：我好像输的并不冤啊！原本处长职位空缺，我对于空降了一个一点业务都不懂的处长过来，心中是有些不服气的。但听完张明的介绍，我还是佩服他的。长叹了口气，周航认真的开口道：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们的新处长履历确实极为优秀，虽然对业务上的工作新处长一时之间可能还并不熟悉，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配合新处长的工作。各位心里其实应该也清楚，我们这座小庙大概率是容不下这尊大佛的。虽然我知道各位背后也都有关系，但最好也不要无故给自己找麻烦树敌。话毕，周航站起身：好了，大家都各忙各的工作吧，有事记得跟咱们张处汇报。张明刚来到自己办公室坐下，就听到了门口传来敲门声。进来吧。随即周航走了进来，看着走进来的是周航，张明还真是有些疑惑。周处长，是有什么事吗？张处
楚，我来跟您汇报一下工作和处理的情况。听到周航的话，张明心中不由有些惊讶。这位这么配合的吗？原本我都已经做好了自己空降过来被小团体排挤的准备了，没想到这位竟然如此快的来跟自己汇报工作。片刻后，在周航的介绍下，张明大致明白了情报岛侦处的工作和职责。周航讲完后，随即离开。张明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笑着摇了摇头。看来这位周楚之后大概率是会配合自己的工作了，目的嘛，怕是想着以最快的速度让我晋升，他自己做出成绩再晋升，这也算是结下善缘。几天下来，张明在几人的配合下，大致理清了工作。转眼间，时间便来到了星期五早上，局党组书记林远的会议室内。听闻林远书记的秘书汇报完情况简报，张明的眉头不由皱了起来。齐州银行在受理业务的咨询过程中，发现一单位所带来的存款证实书是伪造的，进行了报警。这件事如果真的是我前世听说过的那件事，还真是一件超级大案。小张啊，你出来我们经济犯罪侦查局，我想让你去这个案子中丰富一些经验。这件案子的主犯全城警方那边已经成功抓获，但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案件并不复杂。我希望你带上处理的几位同志，代表我们经济犯罪侦查局对这个案件进行监督和指导。看着林远表情轻松，张明不由在心中暗暗感慨。看来林书记并没有想到这件案子会有多大，只觉得犯罪嫌疑人都已经控制了，想要让自己下去历练一下，增长一下见识。好的，林书记，我这就回去研究一下，组成督导组前往全城。到地方上要多尊重当地的意见，毕竟是地方上发生的案件，尽量还是要多听取地方上的想法。这次案件应该并不大，派你去就是想让你多学习、多了解，增长经验。好了，去吧，我代表局党委期待你们凯旋而归。张明回到办公室，看着各自忙活着的众人，开口叫停了所有人的工作。所有人来一趟小会议室。片刻后，张明转达完林书记的指示后，张明看向面色各异的几人。各位，我是这样想的，全凭自愿原则，毕竟局里也还有日常工作需要处理。各位想去全程便举手示意，不想去也不做强求。处长，我想去。行，那算你一个。处长，我也一起去吧。再次点点头，见其他人貌似没有想要出这趟差的想法，张明犹豫片刻，随后开口道：周楚，你也辛苦一趟，跟我们一起吧。好的，张楚。至于林海、周林丽，就辛苦你们完成处理的日常运转。好了，各位自行准备一下行李，12点钟我们在机场准时碰面，一同出发。周楚，你跟我来办公室一下。会议结束后，张明的办公室看着周航疑惑的目光，张明也没废话，直接开门见山道：周楚，是这样的，我询问了一下齐省那边的老同学，这个案子没有局里收到的汇报那样简单，这恐怕是个大案，这种案子多参与，与你也有好处。听到张明开门见山的解释，周航心中的那一点不满瞬间便烟消云散。原本他还以为这就是局里为张明这种新人准备的练手的案子，毕竟作为部里的情报部门，每年他都能看到很多类似的案子，而参与这种案子除了浪费精力外，几乎不会有任何收获。所以刚刚张明在会议室提出谁想去时，就只有穆雪和李聪这两个办公室中最年轻的愿意参合。好的，张楚，那我现在就回去收拾行李。好，那我们就机场再见。你敢信，身为经济侦查处处长的我，奉命调查全城100亿大案，没想到此案竟然牵扯甚广，幕后之人为了不暴露自己，竟然派出公安局局长来阻挠我调查此事。全程刚走出机场，张明就看到一名身穿警服的人快步走了过来。您好，请问您是部里张处长吗？你好，我是2局的张明，你是？张处好，各位领导好，我是全城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赵亮，局里派我来接待各位领导。各位领导，我先带各位去招待所吧，这会时间也不早了，各位稍微休息一下，晚餐也准备好了。好，那麻烦赵主任了。上了车后，张明一边看着路边的风景，一边笑着问道：赵主任，不知道现在案情进展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件单独的案件，还是？目前查证涉案金额是1亿8千万左右，是一起个案，相信要不了几天就能够结案了。个案好啊，这种案件要是多个受案人的案件，而我们又才发现的话，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就太大。来的路上我也大概查看了一下你们报给部里的材料，情况说不上太复杂嘛。不过案件既然发生了，那还是要认真严肃对待，好好查一查。周楚，这件事既然已经由全城公安局和营监部门联合办案，我们就不插手案件办理了。明天你去一趟涉事的齐州银行，简单的进行一下审查，也算尽到我们的职责。好的，张楚。听到张明这样说，一旁的赵亮心中暗暗松了口气，心想：这起案件目前表面上看起来确实不复杂，但我们全城市局按照重大案件上报原则报给部里后，省厅便立刻来了电话，对我们越级汇报进行了斥责，并要求公安和检方、营监部门密切配合，将案件快速了解。虽然不知道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内情，但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做好张明一行部里领导的接待工作，尽量不要让他们过多参与案件。很快，一行人抵达接待所。张楚、周楚，
各位领导，你们可以先休息一下，缓解旅途的疲惫。晚上6点，我们王局长回来给各位接风。各位领导可以先看看房间，有什么额外需要的话，可以吩咐1楼的服务人员。来到房间之后，张明看着在房间里搜到的窃听器，不由冷笑一声，随后往门外走去。来到周航的房间，张明说道：“周处长，忙不忙？我看这全城风景不错，要不要叫上小雪和李聪一起出去逛逛？”不累，坐了这么久飞机，坐的我身体都有些僵了。我去叫小雪和李聪。我听说这全城的泉眼很出名，正好在市区，咱们一起出去领略一下全城的风光。张明打车直接来到景区，张明这才轻声开口，对一旁的周航说道：“老周，我们所居住的房间内被安装了窃听器，我目前只找到了1个。不过既然已经找到1个了，那窃听器的多少就不重要了。这说明我们的行动受到了监视，这件案子怕是没那么简单。”听到张明这么说，周航点了点头说：“咱们刚刚从招待所出来后，我就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们。你这样说，我就更加确定了。看来这全城并不欢迎我们啊。”老周，我上午的时候大概查了一下，在去年的时候，普华会计事务所就在齐州银行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中指出，齐州银行的第三方存款质押业务存在风险，质押业务存在借款人营收和贷款规模不匹配、存款质押合法性等问题。你明天去齐州银行先虚晃一枪，然后联系普华会计事务所负责去年审计的负责人询问去年报告的具体情况。我有极大的把握，这个案子绝对不会像是之前那个办公室副主任所说的个案，而这种案件如果银行内部没有问题，也很难发生。我的话，明天去找一下我之前的老领导，去看望他一下，也借此让当地有关部门继续放松对我们的戒备。好，张叔，我稍后就安排我在全城的老同学去帮我联系普华会计事务所的负责人，同时跟局里进行汇报。对了，你去找普华会计事务所负责人这时，也要躲着一点地方，可以约在一些比较随意的场所，比如 KTV 之类的场所。如果对方不配合，就以我的名义请求部里出函，让对方配合我们的调查，同时也提前告知林书记，将我们的遭遇汇报上去。我相信林书记会有相应的判断，给予我们帮助。张叔，这件事你真的有把握吗？如果事后证明是我们紧张过度了，怕是不太好收场。有把握，如果事后证明我判断有误，我负全责。回到招待所，张明刻意将3人叫到了自己房间。周处，最近在局里你也辛苦了。这样，明天你再辛苦一下，上午去涉事的齐州银行走一走，看一看，简单问询一下，下午的时间你自行安排。是啊，张叔，咱们这些人平时再不理也不容易，既然下来了，能放松就放松一些，毕竟这案子也确实并不复杂，相信要不了太久也就可以顺利结案。穆雪、李聪，明天你们2个去专案组看看案件的进度，多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和细节。玩归玩，休息归休息，本职工作还是要做好，等到事情了结，还是要写一份报告交上去。时间来到晚上6点，赵亮敲响了张明的房门，看着门外同样站着一位身穿白衬衫的中年警官，张明便知道这位应该就是赵亮所说的局长了。张处您好，我是全城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孙健。刚刚来时就听我们赵主任说，部里来指导的领导看起来很年轻精干，现在一见果然了得。我算什么领导？一个小小的处长罢了。这次来也不是指导工作的，局里的意思就是想要我下来多学习，多长长见识。毕竟我是个刚调到公安部的新人，也不懂经济犯罪这块，纯粹是下来取经来了。哈哈，张处莫要谦虚了，您看起来应该也就30左右吧，如此年轻就已经升到3级警监了，必定有过人之处。我们地方上还要请张处不惜赐教。走吧，张处，晚餐已经安排好了，咱们到饭店边吃边聊。很快，一行人抵达餐厅。酒过3巡，当听到张明明天有些私事要去办，孙健的笑容更是越发灿烂。张处，你这人生地不熟的，明天我协调一辆局里的车来给您提供保障，这样您也能更方便一些。晚餐过后，回到招待所，张明拿出了手机，拨通了之前部队老领导的电话。随着等待接通的声音，张明不由在心中感慨：命运啊，还真是奇妙。前些天我们2个人还在部队依依惜别，没想到竟然会在齐州再次相遇。喂，哪位？首长，是我，张明。我接到部里的任务，今天到了全城，想着您不是被调到这边了吗？明天想要去您那蹭个饭。哈哈，小张啊，没想到我们竟然能在全城再相见。这样，我给你个地址和我警务员的号码，明天你直接过来，我派他去接你。好的，领导，那明天见。张明说完后，直接挂断电话。翌日，张明4人便分头行动。张明坐着赵亮给安排的车子往营区而去。随着车子出发，赵亮拿起手机拨通了个电话。喂，王局，上边来的张处刚刚坐着我们安排的车去了警备区，周处去了齐州银行总部，另2个人去了联合办案组。叮嘱他们所有人不要放松警惕，这次的事情有些复杂，我接到省里的电话，这件事必须快速的盖棺定论。好的，王局。你敢信？我奉命调查全城市100亿贪污大案，却不曾想背后竟牵扯到省委领导班子，危机重重。为了同事们的生命安全，我找到了时任齐州省委军区的老领导，老领导当即表示会保护我们的安全。警备区门口，张明笑呵呵地看着负责开车的司机小莫。小莫，你
你就送我到这吧，我可能要下午才会离开，到时候你再来接我。张明说完，便当着小莫的面拨通了昨天老首长留给自己的电话。很快，警备区内跑出了一位军官。老张，好久不见啊，真想不到能在这又见到你。等张明跟军官进了警备区，司机小莫直接拨通了孙健的电话，将情况汇报了上去。会客室内，看到相别还没几天的老首长，张明习惯性的敬了个礼。首长好。好啊，这身衣服也不错，虽然军装脱下来了，但警服也很好，在如今这个和平年代，也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话说你来找我，应该是有什么事吧？按照我对你的了解，你就是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性格，我可不相信你会专门跑来看我。心思被老首长点透，张明尴尬的笑了笑，开始讲述起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自己的猜测。听完张明的讲述，魏华微微皱眉：小张啊，不知道你需要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刚离开部队体系，可能还不清楚。别看我是这齐州省的常委，表面上看是有常委会投票权的，但是部队终归是和地方不同，我很难干预到地方的行政事务。老领导，我自然是不会让您为难，之所以来找您，就是想您能在必要的时候给我和几位同事提供一些保护，能让我们到您这警备区来避难。不至于吧？你真觉得那些不法分子会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小张，虽然你目前就只是个正处级，看起来级别不高，但你毕竟是部里派下来的，除非情况严重到一定程度，否则我不认为他们会对你们产生威胁。不过要真是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是因为你是我曾经的下属，还是其他原因，我都会保护你们不受伤害。得到了这个承诺，张明此次的目的便也已经达成。忙完事情后，张明便给司机小莫打了个电话，让对方到警备区门口等自己。回到招待所后，张明也没有再出门，而是静静的待在招待所内，演好一个下来镀金的纨绔子弟。傍晚，接到周航邀请自己去按脚的电话，张明这才换上便装出门，抵达周航订好的包间。张明看到包间内除了周航，还有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你好，我是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情报导侦处处长张明。领导您好，我叫武元佳，之前是普华会计事务所的高级经理，现在只是一个无业游民罢了。是因为你发布的那篇关于齐州银行的审计报告？是的，就在这件事后，事务所说我能力不足，把我辞退了。我一个干了10几年的资深审计人员，都已经干到了高级经理的位置，竟然说我能力不足，哼哼。能跟我和周楚说说这篇报告以及报告背后代表的含义吗？这件事其实很简单，齐州银行需要拉大额存款，而之前被逮捕归案的胡锦有相应的渠道，于是齐州银行方面违规给胡锦大开方便之门。在合作一段时间后，胡锦不甘心只赚从中拉钱的这些返点，便利用手段诈骗企业本该存入银行的资金。听完武元佳的话，张明和周航两人对视一眼，果然没错，这种情况就不可能是个案，被抓捕的胡锦背后肯定还有着其他没有供述出的案子和情况。走在街道上，张明叹了口气，看向一旁面色凝重的周航。元芳，不对，周楚，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怕不是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肯定有地方高层在干预。地方上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傻子，意外抓到胡锦这条大鱼，急着结案，而非继续深挖出更多东西，这明显是有问题的。周楚，现在不单单是公安部门，检察、银监、纪委都默不作声的一同想要推进结案。我在想，这该是一双怎样的手，才能够有能力推动这些不同部门，让他们协同合作？张楚，现在我也相信你之前跟我说的了，这是一桩大案，只不过好像所有人都不想要让我们把这个案子掀开。这么久了，我还没问过你的家庭情况，你有父母兄弟吗？我有个弟弟，父母也都还健在，不过还没结婚。那挺好的，不像我，孤家寡人一个，无父无母，也没有担心和牵挂。老周，这件事我准备查下去，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也为了真相，为了尽早挽回可能存在的更多损失。这件事我不会让他们草草结案，我准备明天便将我的态度公布出去，然后寻找更多和胡锦有联系的潜在受害者。张楚，如果这样，你会处于危险境地啊！没事的，当我站出来了，也就能找到谁会站在我这边，谁会站在对立面。我相信胡锦涉案的金额绝不可能只是这1亿8千万，大概率是会有损失更大的受害者，还在进行着观望，看我们这些代表部里来的人会不会插手。我今天上午去了一趟警备区，齐州省目前的省军区司令是我的老领导，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如果你在调查期间遇到危险，那就直接往警备区跑，他会给我们提供保护。稍后吃饭时，我会跟林书记汇报一下我这边的想法。如果你不愿意冒这个险，想要退出的话，现在还有机会。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是警察，会对得起我身上的这身警服。何况我还真不觉得地方上有人敢动我们，毕竟犯罪需要证据，反恐只需要坐标。我虽然就只是个副处长，连白衬衫都还没穿上，但也是部里派来的人。饭店包厢内点过菜后，张明直接拨通了书记林远的电话。在听完张明的讲述后，林远沉默片刻后认真道：我同意你的判断，
干。果然啊，真正的人才放到什么位置都是一把好手，放手去干。我这边明天把金融犯罪侦查大队的骨干给你派过去，同时让部里给齐州省发函，让全城公安局移交办案权，同时联系中纪委下派工作组进驻调查。好的，谢谢林书记。张明，今天下午魏华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你担心会受到生命危险，我还在想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现在按照你所说，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我跟魏华是一个大院长大的发小，他很看好你，我也愿意给你一个机会，你需要的一切局里都会给你协助，希望你能够查清真相，做出成绩，不要让我失望。还有就是你一定要保护好暮雪的安全，这姑娘背景深厚，如果她在你那出了问题，你这身警服我都很难保得住。挂断电话，张明目光复杂的看向暮雪，真是见了鬼了，早知道这位是个小祖宗，我是绝对不会将他带过来的。老大，怎么了？你和老周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李聪在那专案组特别顺利，胡警供认不讳，案件马上就要送检了，我们最多再有个3-5天，也就能回地兜了。暮雪说完后，周航将现在他们督导组面对的情况告知了暮雪和李聪。两位说说吧，你们有什么想法？如果想要退出的话，我劝你们今晚就直接去机场，不然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老张，亏我原来还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呀就是这么瞒着我和李聪的。我不退出，不过是几个沆瀣一气的贪官污吏罢了，我会怕他们。老张，你告诉我明天需要我们做什么吧。看着张明没有回答自己，而是看向李聪，暮雪再次开口了：老张，你不用看小聪，我是他小姨，我说了算，他也不会退出的。听闻此话，张明心想，你26岁的人给28岁的人当小姨，这对劲吗？随后张明又安排了具体的工作以及各自负责的内容，告知了两人房间中可能存在窃听器的事，不要乱说话，注意保密原则。随后便结束了此次饭局。你敢信，身为公安部处长的我，奉命调查100亿大案，在我想要带走犯罪嫌疑人后，却在路上遭遇车祸，只因我触碰到了省委领导班子的利益。一日一早，张明和其他3人笑呵呵的一同来到了联合办案组。张处长您好，您好，我是联合办案组负责人吴亮。你好，吴组长，能简单的跟我说一下目前的案情摘要吗？好的，张处这边请。吴亮带着张明来到一间小会议室，便开始讲述起案情。目前案件侦办已经完成，胡警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现在联合办案组正在整理材料，准备移交送检。张明听吴亮这么说，心想这动作还真是够快的了。吴组长，嫌疑人胡警如今在哪里？我想见见他。张处长，这怕是有些不合规矩吧？如今胡警已经被正式羁押，我也没办法将他从公安局提出来见你。吴组长，你若不跟我谈规矩，那我也配合你不跟你谈办案流程，但是你若跟我讲规矩，那我们也就一切都讲规矩。听到张明赤裸裸的威胁，吴亮一时间冷汗都下来了。怎么，我这个公安部下来的督导组组长还见不得犯罪嫌疑人了？现在带我过去，立刻马上。看着张明肩膀上的徽章，吴亮不由在心中感慨，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啊。好吧，张处长，你跟我来吧，我带你去看一下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走出小会议室后，就听吴亮说要先去个厕所。看着吴亮的背影，周航有些好奇的看向张明。张叔，这位是？通风报信去了呗，我让他带我去见胡警，他就算不想答应也没办法。林书记那边已经办好手续了，准备接管案件吧。洗手间内，吴亮手指有些颤抖的拨通了孙健的电话。在汇报完张明一定要去见胡警后，电话那头的孙健眉头不由皱紧。带他过去吧，这种事也不是我们能够拦得住的。后续情况记得及时跟我汇报。小吴啊，这件事你好好办，你在现在这个职位上的时间也不短了，只要做出成绩，我和局党委一定会优先考虑对你进行提拔。10几分钟后，吴亮急匆匆地赶了回来。吴组长，走吧。说真的，我还真挺好奇这位胡警是个怎样的人。1.8亿啊，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很快，吴亮开车载着张明和周航来到了看守所。在吴亮的安排下，张明和周航很快便见到了胡警。看着被单独关押的胡警，这回精神显得还不错。张明再次看向吴亮，吴组长，人我要带走。什么？张处长，这不合规矩，我们马上就要将胡警送去审判了。不用说那些话，你让你们局长问下省公安厅，部里已经将案件移交的命令下发，请配合我们的工作啊。吴组长，去吧，跟你们主管这件事的副局长打电话，让他看看省厅的文件有没有传达到你们市局，我就在这等。胡警我们今天一定要带走。张叔，我们把胡警带到哪里好呢？现在部里的人还没到，我们在这边也没有什么办公的地方，省厅那边怕是也不会有人能很好的配合我们。他们不是有能耐在公安局招待所安装窃听器吗？我们就随了他们的意，先把这老小子带到招待所，我倒要看看这老小子涉案上百亿，会不会有人要灭他的口。听到张明这么说，胡锦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心想这人是谁？为什么知道我涉案上百亿？这件事不是都要结案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行了，别激动，你的任务也很重，部里经验丰富的经侦人员很快也就到了，你的任务就是尽量保他一命，别让他死了。
毕竟这么多钱呢，他死了，那可就死无对证了。监牢内，胡锦此时已经吓坏了，心想：我诈骗了多少，又给什么人行贿了多少，我是最清楚的。那些人的能量很大，那么多钱完全可以买我的命了。那些人之前明明说好，我只要把这1.8亿认下来，法院和检察院那边他们都会打好招呼，我是不会判太久的，到时候给我办个保外就医就行了。现在看来，那群人是后悔了吗？想要我彻底闭嘴吗？我不去什么公安局招待所，我只想活下来。领导，请问你们是？我们是上边来的，你的事太大，全程这边办不了。老小子，你可以啊，敢想敢干。等会回招待所，我们好好聊聊。领导，我能不能不去你们那个招待所？我有情况要向上级单位反映，我要找省纪委。看到胡锦的反应，张明在心中暗摇头，这抗压能力也太差了，终究不过是个掮客而已，接触的钱再多，也没有那种在政坛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油条面对审查时的底气。不行，你现在是我们公安部的人，我们没调查清楚前，是不会将你交给省纪委的。你准备，我们等会就走。就在此时，张明看到吴亮走了回来。张楚，没等吴亮开口说下去，张明的手机响了起来，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张明没有任何避讳，直接接通电话。喂，哪位？张处长，你好，不知你能不能高抬贵手，将胡锦的案件留给我们自行审理？你是哪位？代表着谁？张处是不愿意给我们这个面子吗？29岁的处长是很厉害，但你终究不过就只是个处长，有时候放别人一马，也是给自己留一条路。胡锦的案子交给我们，也能让你立功。你连你是谁都不敢说，你在这跟我装什么呢？你既然奉劝我，那我也奉劝你2句，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万一过几天进去了，那可就什么都吃不到了。说完，张明直接挂断了电话，看向吴亮，把门打开吧，胡锦我们现在就要提走，希望你配合我们工作，不要引火烧身。半小时后，吴亮的车子载着3人驶出了市局拘留所。吴组长，你说你算是他们自己人吗？张楚，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不明白好啊，希望是我想的太多，白担心了吧。张处，有2辆车正在跟着我们，小心点，发现不对就立刻弃车。张处，他们应该……李聪话还没说完，开车的周航便猛打了一下方向盘。喵的，这群人是要疯是吧？真敢撞我们！小聪，下车，控制住司机。李聪，周航，有没有事？没事，过来把他给我控制住。张叔，吴亮没跑出来，车子是从你和吴亮这侧撞过来的，现在他已经在副驾驶位上昏迷了。打急救电话，还有通知林书记我们遇到的情况。话落，张明看了一下自己受伤的右臂，也没太在意，没去管自己的伤势。张明掏出手机，拨通了穆雪的号码。穆雪，你那边什么情况？有人跟你没有？你现在人到哪里了？处长，我这边刚到警备区门口，你那边出事了。现在你立刻进入警备区，拨打我之前发给你的号码。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前，不要离开警备区。说完，张明挂断电话，看向被李聪控制着的蒙面男。你敢信我29岁就穿上了白衬衫？3级警督实权正处级，却因在接百亿大案事件中的证人时遭遇车祸。紧接着，公安部派出副部级别的领导前来指挥工作，领导更是让我放心大胆查下去。最后我破获百亿贪腐大案。谁派你来的？片刻后，见对方丝毫没有开口的意思，张明也懒得跟他继续浪费时间。这时周航挂断电话走了过来，说：张叔，林书记那边得知情况后非常愤怒，已经联系省厅前往我们这边了。他要求我们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尽量控制住犯人，绝对不能将对方交给全城市局，要等部里的人来才能交人。省厅如果想要人，那去找部里去要吧。周航，麻烦你在这等120的急救车，这小子我要先带走，不然到他们手里，我怕他出现什么意外。有什么事情，我们后续电话联系。张明说完，驾驶车子往警备区驶去。到了警备区后，张明这才看向他走来的交警同志。我是公安部的，麻烦你们在这稍等，稍后省公安厅会过来进行解释。交警面面相觑，一时没有动作。张明掏出手机，告知周航自己这边已经安全，让省厅人员来警备区协助。僵持了没一会，张明便看到自己的老首长魏华快步走了出来。小张，怎么回事？张明将自己遭遇到的情况说了一遍后，魏华的表情也变得极为愤怒。丧心病狂，真的是丧心病狂！他们想干什么？有些人害怕了，变得不择手段。没事，我相信部里会让地方上给出一个交代的。几分钟后，伴随着一串急促的警笛声，张明看到几辆警车疾驰而来，随后稳稳地停在了警备区门口。几名警察下车走了过来。你好，你是张明张处长吧？我是省厅副厅长秦城，受部里委托来给你提供保护。我是张明，麻烦秦厅长帮忙跟这些交管部门的解释一下，这辆车因为涉案，他们暂时不能带走扣车。很快，几名交警离开，秦城再次看向张明。张处，你这是受伤了？有人开着这辆车撞击我们乘坐的车，应该是接到了雇佣，本着我身后那位的命令。
只可惜他并不认识胡锦，也没看出我跟对方换了衣服，应该只是想对我后边那位嫌疑人进行灭口。我们这几个督导组的人只是顺带。听到张明这话，秦城也瞬间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谁也别说这人开车是不是奔着督导组的几个人去的，知不知道车里是督导组？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省厅必将面临部里的问责。张楚，这2个人你有什么安排？是先带到我们厅里的询问室，还是你有另外的想法？秦厅长，部里的其他同志不出意外的话，下午1点多就能够赶到。这些人具体该如何安排，我也还是要听部里的。我这边现在安全能够得到保障，但是还有2名我们督导组的同志留在现场，请务必保护好他们的安全。中午吃完饭后，张明便再次接到了周航的电话，得知部里的人已经到了，而且是副部长亲自带队。张明整个人放松了不少，靠在床上，张明开始思索起整件事情。半晌，他得出一个无奈的结论：这件事他能做的，怕是只能到此为止了。部里下来了副部长，自己这个小处长配合后续部里的整体行动就是了。傍晚，张明房间的门被敲响，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警官。张明同志对吧？我是公安部蒋兴，走，我们去一旁的会议室聊聊。来到一旁的小会议室，蒋兴看着张明，眼中满是欣赏。小张，下午的时候我们对胡锦进行了一次突击审讯，现在初步结果我还不方便告诉你，不过你这次大概是要立个大功喽，说说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案件在最初时是存在问题的。蒋部长，事情就如我给林书记说的那样，我当时就高度怀疑这个案子背后还存在着其他的情况，没想到对方竟然会如此急迫，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始调查，他们就急得跳脚了。因为这件事根本就经不起查，今天上午你们林书记在接到你们的汇报后，立刻就下了禁止齐州所有大小官员出境的通知，并且协同了中纪委部门，要求省纪委对可能存在问题的部分同志进行调查。金融腐败案件其实只要有线索，并不难查。目前中纪委、省纪委和省公安厅已经全部介入到案件中，这个调查组由我带队负责。你们原本的督导组解散，并入到我们的调查组中，你担任调查组的副组长。好的，谢谢部长。案子是你发现的，我想继续让你来负责经侦方面，将这个案子彻底调查清楚。这次调查不设下线，也不设上线，在这齐州省内必须把这件事给调查清楚。怎么样，有没有信心？保证完成任务。好，期待你用最快的速度扫清涉及这个案子的所有犯罪分子。走吧，其他同志目前大多都在那边的办案大厅，我们一起去宣布一下部里的决定，也让纪委那边的同志认识一下你，好在后续案件的办理中能够更好的协同你。来到被临时征用的办案大厅，当蒋兴宣布张明为副组长，并主导案件后续金融方面的办理时，很多人的目光都不禁投到了张明的身上。张明笑着和众人打了声招呼，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后，便询问起目前的案件进度，随后开始布置案件的后续侦查方向。看着张明如此从容不迫的样子，一旁的蒋兴在心中不住感慨，真是少年英才啊！张明前一阵从部队转业到了部里这件事，我还历历在目，没想到这才几天，他就凭借灵敏的嗅觉查出了这样一个大案。2日后，张明正在看着齐州银行触目惊心的初步审计结果，周航就小跑了过来说：张署，重汽集团财务相关人员来投案，承认企业为了追求高额利息存在涉案，涉案金额可能有6亿。随着重汽集团的投案，胡锦的犯罪手段被彻底查清，案件进度迅速加快，而伴随一家又一家的大型企业不断投案，案件的涉案金额也变得触目惊心起来，50亿、80亿、100亿。1个月后，当张明将这份报告交给蒋兴时，蒋兴的脸上都写满了震撼。蒋部长，目前我们在更进一步的追查涉案企业和资金的同时，还在进行资金的追缴工作，目前追回的资金达到了80亿，不过剩余的资金怕是很难再继续追缴回来。同时我们配合纪委一同控制了齐州省的厅级官员9人，处级干部6人，企业高管5人，其他参与的一营人员也全数到案。看完手上的材料，蒋兴点点头，看向张明，干得不错，后续就交给齐州省自己来进行善后吧。只可惜那名司机在看守中被毒杀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出谁是操控他对你们进行袭击的元凶。听到这话，张明也是轻叹了口气。见张明沉默不语，蒋兴也轻叹了口气，只是有些可惜了。这么大的案件，按道理来说是应该对你进行提拔的，但是以你目前的资历，部里只能先给予你们一个集体1等功，以及你的个人1等功，短期内想要再次破格提拔，可能不太现实。领导，我只想为人民做些实事，级别的提拔上，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大想法。领导，我们最初督导组的几位同志，在这个案件中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能不能……没等张明说完，蒋兴直接打断说：组织上会进行考虑的，今天这场谈话只针对你的问题。好了，既然你个人能够接受，那好好休息休息吧。全程风景不错，给你放3天假，3天后你再回原单位找老林报道。谈完话后，两人走出了小会议室。你感谢我
29岁就穿上了白衬衫，3级警监，实权正处级。在破获100亿大案后，在与企业非法集资400亿，我在请示公安部部长后，部长给予了我最大程度的支持。几日后，地中林远办公室内，张明汇报着自己这次的任务情况。张明汇报完后，便离开了林远的办公室，回到情报岛侦处。办公室内几人可以说是表情各异，因为这个100亿大案，周航成功晋升为了正处级，穆雪因为年龄原因，并未能一步到位提前晋升到副处级岗位，不过却是提前进衔，成为了3级警督。李聪因为年龄和资历，凭借这次功劳，也成功晋升成了正科级3级警督。此时，周航笑呵呵地说：“张叔，晚上我请处理几位吃饭，你作为领导还得赏脸啊。”好，那你就准备好破费一下吧。调侃过后，张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处理起这1个月内耽误的各种工作。很快便到了下班时间，周航笑呵呵地走了进来。张明此时也已经换下白衬衫，穿上便装。走吧，张叔，他们几个都有车，都开车去。你刚到地都还没摇到车牌吧？咱们2个一起去。到了饭店后，众人在一起聊着天。张明对这些八卦不太感兴趣，也没去管起人，而是自顾自地刷着手机，看着手机上 A 租宝的广告。张明眉头瞬间皱了起来，这件事他前世可谓是印象颇深。这租宝前世借着1元起投，年化率14.7%的噱头，前世可是疯狂吸金700多亿，受害者有80-90万。张叔，怎么了？是这家店的东西不合你胃口吗？案子来了，这个租宝是有问题的。听张明突然这样说，不单单是周航，其他几人也皆是一愣。片刻后，张明介绍完 A 租宝可能存在的问题，穆雪有些不确定的开口道：“老张，这应该是 P2P 模式吧？这模式最近2年好像还是挺火的，做这类业务的公司也不在少数。”对，但是这种模式太容易爆雷了。这个项目现在都敢在央视打广告，这是在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集资，承诺高额回报。而根据我的了解，目前 P2P 模式根本就无法实现盈利，所有 P2P 的项目都在亏损运营，寻求转机。而这租宝居然给出了14.7%的超高年利率，这不对劲，大概率是想要急速扩大资金规模，拆东墙补西墙，然后等待筹集到一定资金后跑路。老张，有这么严重吗？算了，大家先吃，明天我们开会再讨论这件事。晚餐结束，在被送到宿舍楼下时，张明坐在周航的车上，叹了口气：“老周，你这边后续有什么计划？有收到最近要调走的消息吗？”今天林书记找过我，他的意思是我升任正处后，在局里稳定一段时间，就下放到地方担任个副厅，局里没有空闲的副厅级岗位。老实说，我是很欣赏你的，这段时间我们工作配合的也都不错。既然是稳定一段时间，那你也在这段时间内再跟我办一个案子吧。我说的就是刚刚我们聚餐时看到的那个租宝。明天开始，我们针对他们的公司开始展开前期调查，一旦找到疑点，就进驻到他们公司。我有预感，这个案子绝不会小。你刚升任正处，虽然到时候下放到地方理论上是能升一级，但是正处和副厅是天差地别，我们再一同做出点成绩，这样你这副厅才能更稳。张叔，我听你的，你的预感向来准的厉害。1日上午，在办公室内简短的开了个会后，张明将调查任务快速的分发了下去。几天后，张明看着手上掌握的资料，心想 A 租宝的集资规模和投资比例根本就完全不成正比，同时 A 租宝的创始人、法人等主要领导都大肆购买私产，生活极度奢靡，甚至有了向海外转移资产的迹象。这样看来 A 租宝是有很大问题的。林远办公室内，看完张明递交的报告，林远不禁感慨：张明，你还真是不简单啊，眼光毒辣。其实这租宝的广告前些天我也看到了，却没有细想这其中的逻辑问题。看来你真的很适合干经侦工作。这一份报告我同意了，案子你放心去办，我很相信你的能力。如果遇到困难就找我。很快，张明一行人便拿到了所有证据，并完成了对创始人等一众高管的逮捕。此时的张明看着手里的资料，心想：这一是因为我下令调查的比较早 ，A 租宝还没有实际发生暴雷，但非法集资的金额却也已经达到了近400亿，受害者人数也达到了50余万。而这近400亿的非法集资款，经过了挥霍和拆东墙补西墙后，目前租宝的账面仅剩200余亿，完全不够补全所有受骗者人的损失。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张明无比的头大。林远办公室内，看完张明的初步报告后，林远的神情变得很是复杂。又是一个大案，而且这个案件还有着特殊性。那接近50万的受害者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家庭。现在这个案子还被压着，暂时没有公布出去。一旦公布后，我很难想象社会上会出现怎样的反响。小张，听你的意思，你觉得如今市面上其他类似的公司，怕是也都存在着相似的问题？是的，林书记，别的我可能还不敢说，但是像红领、匪讯之类，必然都有着相同的问题。走，跟我去一趟部里，这件事影响太大，我自己做不了决定，我带你去跟部长进行汇报。很快，张明跟着林远来到了部长办公室。在听完张明的讲述后，部长的脸色也变得异常难看。这件事如果真如张明所说的那样，那可
可真是个巨大的麻烦。张明同志，我看这样吧，你把 A 租宝的事情先放一放，让经侦部门主办后续，你抽调一批有经验的人员，一同调查红岭和斐讯，如果确认他们都存在问题，那就一并控制。随后部里发文让各地公安厅集中对 P2P 金融公司进行全部摸查，如果确认有问题，那便全部进行打击。好的，部长，我保证完成任务。一连，张明将自己处事的几人全部抽调了出来，又从经侦处借调了10几人，将所有人分成2组，他负责带一队，周航则带领另外一队，同时对红岭和斐讯进行调查。1周后，初步调查结果出炉，看着那触目惊心的调查报告，部长罕见的拍了桌子，这数据实在太过震撼，仅仅是3家 P2P 公司就累计涉及非法集资超2000亿，这其中代表着无数个家庭，没人能想象一旦任由他们发展到暴雷，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动乱。李远同志，这件事必须立刻办，让各省各地区的经侦部门同步对所有同类型 P2P 公司进行侦查。这件事太过重要，必须要尽最快的速度，组织最大的力量，对涉事公司和犯罪嫌疑人给予打击，最大程度上的进行追赃。话到一半，部长叹了一口气，是我的工作有问题，一直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刑侦和缉毒上，没想到这随着社会的发展，金融案件竟然会如此的触目惊心。尽快去办吧，部里会尽最大力给你们支持，要人给人，要经费给经费，希望你们也能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老百姓守好钱袋子。好的，部长，我会完成任务的。让张明和其他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忙就是忙了接近1年的时间。随着最后一件案件的结案，进入了最后的审判阶段，张明处事的几人才总算稍稍清闲了下来。你敢信我刚到30岁便入省厅高官之列，只因我刚刚破获全都市100亿贪腐大案，获得京都大楼赏识，恰逢其中省公检法系统在中海外，我被提拔为副厅长，兼任政治部主任，负责全力侦破此案。办公室中，张明正看着一份结案报告，忽然听到门口传来了敲门声，请进。看着开门进来的是周航，张明放下了手头的资料。老周，怎么了？张楚，今天林书记找我谈话了，过几天我就将被下放到地方，担任齐州省公安厅副厅长，主管纪检工作。这么久以来，感谢你的指导和照顾。说实话，1年前在你来到我们处室前，我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晋升为副厅级。好啊，老周，你这升职比我快多了，挺好挺好，恭喜你啊！这是你的工作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过去以后好好干，以后该我喊你领导。张楚，你别打趣我了，你我都知道，你的未来要比我光明得多。我估计等我下去后，领导差不多也要找你谈你的情况了。这1年多来，我们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总不能连嘉奖都不给一个，寒了人心吧？我没想过升职的事，说实话，我这速度已经很快了。很多人别说正处了，忙忙碌碌一生，也还是一个普通科员。而我转业到正处岗位，也只担任了1年多，体制内没有30岁再进行提拔的先例。张楚，你跟别人不一样，我听小道消息说，上边有人对你非常欣赏，再加上我们这1年严打 P2P 公司，累计追回资金超5000亿，这么大的功劳也该给你升了。你不升，下边的人也没法进步，不是？不单单是你我们情报导侦处和隔壁经侦处都要动一动了。我估计谈话只是还没到你而已。周航正说着，张明的电话突然响了，看到张明这边有事，周航随即转身离开，接通电话。张明听到那头竟然是副部长蒋兴打来的，张明挂断电话，很快便赶到了副部长蒋兴的办公室。张明同志，部里打算让你下去历练一下。听到这话，张明的心情并没有太大波动。见到张明表现得很淡然，蒋兴心中对张明越发的满意。张明同志，我代表部里和你进行谈话。对于你的去处，部里目前有2个想法可以供你选择。第一个去处就是前往齐州省，部里给你准备的职务是齐州省公安厅的副厅长、政治部主任，监管禁毒总队，负责部分人事、经侦和禁毒工作。第2个去处也是前往齐州省，担任政法委政治部主任，不过需要你脱下这身警服，跳出公检法系统，未来的路其实会更宽广。张明同志，说实话，就我个人而言，我是真的非常不舍得放你离开的。原来我是想在第2局内给你提拔到副厅级职务和岗位，但上边的领导很关注你，想要你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早些下去看看。听完蒋兴给出的2个选择，张明思索片刻后说道：部长，我还不想脱掉我这身警服，不过我这个年纪再次提拔到副厅岗位，是不是？听到张明不愿脱下身上这身警服，蒋兴的脸上浮现出笑容。你这个年纪怎么了？你都已经30岁了，30岁的副厅级嘛，也不是没有过先例，有些同志28岁就是副厅级了。你无论是从学历还是个人履历上，无一不比他们更加优秀。你心中不要有任何负担，对于你的提拔任用，高层有着他的考量，毕竟以我们部里的能力，也不可能跨部门把你安排去下面的政法委嘛。既然你决定留在公安部，那你的档案就还是留在我们部里，下去以后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和我进行汇报。好的，谢谢蒋部长。
我也不瞒你，组织上也找我谈过话了，年后老部长退休，我会接替他的职位，下去后好好干。部里这次把你和周航同志同时派到齐州省，就是因为齐州省的公检法队伍出现了问题，组织刚刚对公检法队伍进行了清洗，你们下去是去治病救人的，大义一国，好好干，我和部里会是你们坚实的后盾。从蒋欣的办公室出来，张明有些难以置信，公安厅副厅长、政治部主任，没想到这直接给他提了一个实权副厅。要下到地方去工作了，我是不反感下去的。最近繁杂重复的工作让我早就有了想要下去抓一些实际工作的想法，只不过事情终究是来得有些过于突然。原本我还以为30岁这个年龄，至少还要1年才会被安排下放到地方工作。来到了书记林远的办公室，将自己即将被下放的消息告知林远后，林远看着张明笑着点了点头，显然是在张明汇报之前就收到了这个消息。好啊，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进步，我这个老头子还是很高兴的。小张啊，你到下边以后要多多注意，谨慎行事。下边的风格和我们这种大机关不同，情况更复杂，特别是你一下去就负责人事的工作，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好的，我会记住林书记说的话。你在局里也快1年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这2天休息休息吧，等待组织找你谈话，我预计也就在这2天了，组织肯定是会在年前将你和周航全部下放下去的。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张明又将周航找了过来。周航，我和你一同被下放到齐州省公安厅工作。听到此话，周航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兴奋。2天后，在组织部来人简单的给张明进行了谈话后，张明和周航便在组织部的带领下一同前往了齐州。齐州省公安厅厅长陆杭州的办公室内，陆杭州看着张明和周航，笑着寒暄几句。寒暄结束，看着张明和周航2人离开，陆杭州的目光中透露出几分复杂。上面完全不跟我商量，就直接空降下来2个副厅长，还直接定好了工作分工，这是怎么回事？一个主抓人事、经侦和缉毒，一个负责纪检，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上面已经不信任我了，想要架空我吗？想到这1年来齐州省内的这些动荡，陆杭州心中也不由生出一阵的无力感。自从1年前齐州银行案的嫌疑人死在我们公安厅的包间内，这1年来，整个齐州的公检法系统高级领导被换了不知多少，原本早就该给我提拔的副省级岗位也搁置到了现在，没有人敢再提。如今又将齐州银行案的主要人员调回到齐州，我很难不怀疑上层要对我这个公安厅长下手。看了看时间，陆杭州拿起手机拨通了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吴国峰的电话。很快电话被接通，陆杭州有些迫不及待的道：吴书记，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过去跟您汇报一下工作。听到那边肯定的答复，陆杭州便挂断电话，匆匆出门。你敢信我30岁就成为公安厅副厅长，大权在握，而公安厅厅长担心我危及到他的地位，竟暗中找到了齐州省省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的领导让公安厅厅长好好配合我这个副厅长工作。半小时后，吴国峰的办公室中，吴国峰放下了手头的文件，看着陆杭州：邢州啊，看你这满头大汗的，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听到吴国峰这么说，陆杭州叹了口气：吴书记，上头派下来的2个副厅长今天被中组部送到了，你知道吗？人家这是直接带着岗位分工来的，一个负责内部纪委，一个负责禁毒总队和经侦、政治部人事工作。你说上边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动我？下派2个副厅而已，你看你有什么好急的？我这政法委的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同样是最近调来的，不单单是我这省法院、检察院，甚至连一把手都是外调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活该。1年前那是你真当上边挥挥手就过去了，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性质？是你地方上有人和贪官沆瀣一气，是有人走漏了消息，是想要人家几个钦差的命。吴书记，有这么严重吗？你是不是忘记前些年邻省的那件事了？原定的特区都没了，你是觉得督导组的那几位同志明明也没什么事，没死，就只有1位受了点擦伤，这事就算过去了？那是人家能力强，运气好。我们呢？我们都干了什么？开车撞击督导组的司机在我们的保护中被毒死，那个前科胡锦也在审判前死于意外，那是意外吗？你是不是当上边傻？出了这些事，你让上边怎么信任我们公检法系统？吴书记，您说的对。邢州，我告诉你，我和上层的看法一致，齐州的公检法系统确实烂透了，是该整治整治了。还有，你这急匆匆的就跑到我这来了，你看过那2位副厅长的资料吗？我看这2人都很优秀嘛，2人都是当年齐州银行案的主办， P2P 系列非法集资诈骗案也是2人发现并办理的，其中那类叫张明的同志更是荣立几次个人1等功。邢州，你曾经也是人民功臣，如今当官久了，思想出了问题。听到吴国峰的训斥，陆杭州叹了口气：吴书记，我检讨是我思想出现偏差，可我这一个做厅长的人事、纪检
现这两个重点都不在我手里了，我真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工作。这两个人原本在部里就是同事，怕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啊。看着陆行舟还是没明白自己的意思，吴国峰突然有些失望，看着陆行舟很是严肃地说道：行舟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权力，你那么在乎权力干什么？你一个公安厅长，管着全省10余万公安干警，你行得正做得端，为人民服务，谁会阻挠你的命令？谁又敢阻挠你的命令？做实事，出成绩。你说你上任公安厅长这2年，做出什么成绩了？是省内犯罪率降低了，还是维稳、缉毒、扫黑除恶工作出彩了？吴书记，你已经是省公安厅长了，职位已经不低了，沉下心来做些实事，做出些成绩不好吗？不要天天搞斗争，做出成绩，上层不是瞎子，会看到的。你换个想法，部里这是给你派来2个精兵强将，你把他们用好，他们的功劳也是你这个公安厅长的功劳。领导职位要会用人，你明白吗？听到吴国峰这一顿训斥，陆杭州沉默片刻，长叹了一口气。吴书记，那你说我该如何做呢？让我一个厅长去配合他们2个工作。公安厅内如今人事关系复杂，有些同志能力不错，但却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小问题，我怕他们经不起内部的纪律审查。吴国峰思索片刻，随后道：明天欢迎仪式结束后，你找张明和周航深入的谈谈，看看他们的想法，也表明你的看法，也和他们聊聊我们基层工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共识。如今上一任纪检刚对厅内进行了一遍大清洗，现在剩下的身上都没太大的问题，而且各部门严重缺岗。至于那些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不是都已经被换掉了吗？吴书记，您说的对。行舟啊，上面没有把你调离原职，直接派人接替你的位置，我认为是上边还算认可你的工作，亦或者说觉得你还能改造培养，这是好事。你不要想着去对抗组织，有问题就改正嘛，哪有人会完全没有问题呢？上边派下来的这2位同志都还年轻，而且是下派才晋升的副厅的，对你的位置没威胁。招待所内，张明看着周航说道：老周，怎么样？今天看出些什么没？张楚，我又没有火眼金睛，哪那么容易看出些什么？不过这办公厅内很多人好像并不欢迎我们2个嘛。不过这也不奇怪，好不容易有个空位置，上边直接选择下放干部，堵死了他们的上升之路。老周，真没想到我们会在1年后再次来到全城。1日，公安厅的大会议室内，今天这场由陆行舟召开的正处级以上会议正在进行。简单的让张明和周航分别起身介绍了一下自己后，陆杭州看着会议室内神色各异的众人，宣布完周航负责内部纪律审查时，众人的神色没有什么异样。好了，现在继续公布张明同志的工作安排。张明同志担任副厅长的同时，兼任政治部主任、经侦处，负责管理禁毒总队，负责厅内政治教育、人事管理和经侦、禁毒工作。陆行舟声音刚刚落下，会议室内就变得嘈杂起来。一个新来的副厅长连常务都不是，就负责人事管理的工作，这上边是疯了不成？好家伙，你们听到没？30岁的副厅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都48了，还不过是个正处而已。听到会议室内的嘈杂，陆行舟开口说道：各位同志，安静。关于2位同志的任命是上层组织的决议，希望各位能够配合我们2位新同事做好工作。张明同志、周航同志，麻烦你们先留一下，其他人解散。厅长办公室内，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张明，陆行舟长出了一口气，随后才开口说道：张明同志，今天找你就是想跟你谈谈你对未来工作的想法。你我从未共事过，也不了解彼此，现在我想跟你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听到陆行舟的话，张明表情显得非常放松。陆厅长，说实话，我是一个军转干部，转业后就进了部委，对于地方上的工作还确实是没什么经验。短期内关于政治部的工作，我暂时也没有什么太多想法，还是要慢慢跟同志们先熟悉一下，了解一下具体工作，再谈我自己的想法吧。至于禁毒工作，齐州属于沿海省份，但距离边境较远，我还真不太了解这边毒品如今的现状。听到张明没有急于掌权，陆行舟心中暗松了口气。一切慢慢来吧，如果工作中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找我。至于禁毒工作，近些年省内还真从未出现过大型贩毒集团，但却也还是有一些小型的贩毒组织。稍晚你可以去禁毒总队一趟，下边会更好的了解具体情况。又聊了好一会，张明才离开陆行舟的办公室。对于陆行舟这个人，张明的印象还真说不上好坏。看了看时间，张明便直接前往了归自己管理的政治。你敢信我30岁就成为副厅级领导，手握人事大权，在我来到齐州省后的第2天，直接叫来政委和
副主任进行谈话。在了解情况后，我立马召开会议，准备解决人事问题。张明来到政治部自己的办公室，直接将政委和副主任全部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中，简单了解了一下分工，得知原本被双规的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人事处以及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处的工作。张明直接说道：“杨工同志，人才同志，我初来乍到，对于政治部的工作还不熟悉，这边还要二位多多帮忙。我这人就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未来我可能不会过多的参与到日常事务的管理工作，这方面还要杨政委和任主任多多操心。”看着张明这张年轻的面庞，杨工笑着点点头，一旁的任才格外热情地说：“张厅长，你放心，我有信心，政治部的工作一定能够做好。”好，那麻烦任主任帮我通知一下，稍后我们召开一个政治部内的副处级以上会议，我也认识负责各处工作的各位。片刻后，会议室内，看着会议室内林林总总只有几人，张明不禁微微皱眉。在众人的一轮自我介绍后，张明也明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张厅长，就在1个月前，公安厅内部督察部门对厅内进行了一轮查处，厅内不少部门的领导都因为涉及到各类事件，或是被双规，或是被免职、开除党籍。如今6个处是2个缺处长，4个缺副处长。原本陆厅长是想要统一进行安排的，但目前公安厅内的人事任命还处于被冻结的状态，就等张厅长您这个政治部主任来解除人员任命的冻结呢。得到这个情况后，张明极为头疼起来。我才初来乍到，现在连联络员都还没有配备，对厅内所有人的情况和能力也都一无所知，让我解除人事任命冻结，为各处室补全人员，这属实是有些难为人了。大致了解了情况后，张明便宣布了散会。中午吃过饭后，张明办公室内，张明开口询问起周行分管部门的情况。张厅，我和你这边情况相差不大，在我们来之前，公安厅已经被清洗了一番，问题严重的人员都已经被清洗出了公安队伍，现在等待着人员补齐。谈完话后，两人约定晚上再见。张明又前往了禁毒总队。下午，在禁毒总队召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后，张明的眉头不由皱得更紧。前任政委因为和毒贩存在交易被查处了，目前总队政委工作由副总队长代管工作，下边的支队长等岗位同样有着不小的空缺等待着补全。傍晚回到招待所后，张明感觉自己的头都大了。看出张明表情有些沮丧，周航不由开口问道：“我说老张，你这是怎么了？之前还雄心壮志的，这怎么一天下来就蔫了？”你知道公安厅内目前领导岗位缺编有多严重吗？我这初来乍到的，现在人事问题就摆在那，等我解除冻结进行补全，我该怎么补？我怎么知道谁人品如何，谁有没有问题啊？听到张明的话，周航也是叹了口气：“你就庆幸吧，清洗是在你我到任之前，这项工作要是等我们到任后交给我们来做，那才真的是举步维艰。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人都是求着你，盼着你，体制内哪有不想升的？现在机会这么多，等着吧，要不了几天就会有人上门给你表决心了。”翌日，张明来到单位后，看着人才给自己拿来的人事资料，张明也是叹了口气，头也是很大。前2天的工作还算正常，可到了第3天开始，不少人都找张明汇报工作。我其实能够理解这些人的想法，如今纪律审查已经过去，能够留下的起码说明身上都没有什么大问题，而面对那么多空缺的职位，很少有人能够忍住不心动。再加上我这位主管人事的副厅长又是新来的，不跑我能知道你是谁。虽然目前他们不敢给我送礼，但是汇报工作总是没有问题的。星期五下班后，张明没有再回招待所，而是换上了便服，找到了提前约好的房屋中介。帅哥，好眼光哦，这个小区很不错的，我带你去看房。跟在中介身后，张明很快便进入了一个看起来很新的小区。帅哥，这个小区是4年前才正式交付的，地段很好，周围配套齐全。你要看的这套面积有55平方米，产权是归物业所有，因为是公寓，所以商水商电都是自己到物业去交，房租方面是季付，付3押1。周末，张明在周航的帮忙下从招待所中搬了出来，忙活了一天。张明坐在沙发上长舒一口气，张明的脑海中不由得再次开始思索起人事干部任命问题。有些能提拔，有些可提可不提，还有一些是我非常不看好的，但是该把这些人放到哪个位置，又是一个不小的问题。看来这几天有空要去找陆行舟看看他的意见啊。虽然我理论上负责人事问题，但毕竟陆行舟才是公安厅长，这种大规模的人事任命问题，还是要考虑他的想法。思索良久，看了看时间，张明拨通了陆杭州的电话。很快，电话被那头接通。张厅长，这个时间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陆厅长，明晚有空吗？我想就厅内和下面的人事任命问题和你聊聊。张明话落，电话那头的陆杭州沉默片刻，随后才笑着继续说道：“是这样，张厅长，明天政法委吴书记约了我一起去钓鱼，你看你要不要一起去？”听到陆杭州的话，张明思索起来，这是想要拉我站队啊？看来我有空还真要再去找一趟自己的老首长，去问问这齐州省目前的派系情况。行啊，正好我到齐州省工作，还没去拜访过吴书记，如果方便的话，那就一起好了。确认好时间地点，张明又打电话给老领导魏华，约了下周见面的时间。果然，这地方上的事务确实要比之前在部里要麻烦得多。
说完事情后，张明换上便装，准备出去夜跑锻炼一下身体。刚走进电梯，张明就看到一个像是准备出去跑步的少女正在低头看着手机。因为并不熟悉，张明也没有打招呼。绕着小区跑了1个小时后，张明来到了一旁的24小时便利店，准备歇息一下。正在思考人设问题的时候，张明看到之前在电梯间内碰到的少女也走了过来。你好，你是那会跟我一起下电梯的那位帅哥吗？是新搬来的。听到少女有意交流，张明便打量了一眼对方。我是今天刚搬来的，在16层。16层啊，是 A 户还是 B 户啊？你怎么好端端的租了这一层呢？这倒也不是什么凶宅，但听说16A 前任租户好像是个什么大官，然后进去了，从房子中搜出了不少钱。我就住在16A。那个好巧啊，不过也没什么了，毕竟不是什么凶宅，也没死过人，不过是查个贪官而已嘛。你不是公务员，应该也不讲究这些吧？没事，是公务员，我也不讲究这些。沉默了片刻，两人一时之间都不再继续说话。你敢信，作为省委3把手的省委副书记，竟然约副厅级别的我去钓鱼？谈笑间，齐州省公安厅的人事变动就基本敲定。1日一早，吃过早餐，简单细说后，张明正琢磨着该如何去赴约。正想着，张明的手机响了起来，通话显示是陆行舟打过来的。接通电话，张明便听到那头的陆行舟说：“张婷，你搬家了，现在住在哪里？我想着去招待所接你一起去钓鱼，才知道你已经搬走了。”听到这话，张明给陆行舟说了自己的地址，约定好时间，张明便挂断电话，便开始思索起来。这位陆厅长表现得有些过分热情了，是因为自己向他汇报了人事问题的缘故吗？等到张明上车后，张明说道：“辛苦陆厅了，还麻烦你来接我。”张婷，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本来就是我邀请你来的，我自然是要来接的，何况你这初来乍到的，车应该也还没买，这出行自然也不方便。我看张婷你跟我一样，平时也不喜欢用单位的车。是啊，陆厅长，我才来泉州，还没买车呢。张婷，再稳定稳定。张婷，你可以去买一台代步车，我认识海关那边，可以让他们给你挑个好的，价格便宜，也不犯纪律。我这辆车原本指导价要68万，因为是海关查处车的缘故，拍下来才30万，是不是挺不错的？行啊，那什么时候再有拍卖的话，我也去看看。这没车确实是不太方便。很快，两人便到了地方。下车后，陆行舟说道：“张婷，来帮把手，我这钓具也给你带了一份，有点多，帮我拿一下。”陆厅长，吴书记呢？他是晚些才过来吗？吴书记调营比较重，早就过来了。走吧，东西都拿好了，咱们也过去。中午我安排了几道小菜，晚上咱们喝点，在这住一晚。对此，张明也没有拒绝，笑呵呵地拎着手中的渔具，跟在陆行舟身旁，一起向老者附近走去。吴书记，这是张听，你看看，我没骗你吧？真的是青年才俊，这么年轻，真像20岁左右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没想到还能从你陆行舟嘴里听到句实话，确实青年才俊。想当年我年轻时，要是有小张5分相貌，也不至于跟一位学长同时追一位学妹，从而落败了。说起来，你跟那老东西年轻时长得还有几分像呢？算了，不说这些，来，你们自便哈，要聊天就离我远点，别惊了我的鱼。一上午时间过去，3人都没能钓到鱼。吴书记，张厅长，走吧，咱们先去餐厅吃饭，这太阳当空的，鱼也不愿意咬钩。走吧。几人随即往餐厅走去。到了餐厅，陆行舟说道：“张婷，咱们这是出来休息活动的，咱们就都随便一点，想喝什么就喝什么，菜不合口味你也可以自己再点。”好的，陆厅长安排的这么周到，真是辛苦你了。吃饱喝足，张明真感觉舒服了不少。饭毕，吴国峰看着张明笑呵呵道：“小张啊，你愿意休息可以去休息一会，小陆已经开好了3个房间，想钓鱼呢就钓鱼，咱们这随便。”听到这话，张明随即告别两人往房间走去。来到房间后，张明长出了一口气。片刻后，张明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地方上跟在部委还真是不太一样啊。我能明确的感觉到吴国峰和陆行舟一定是要跟我谈一谈这人事的问题的，但是这两人却都表现得一点都不急，就好像在等我主动提出来。小睡了一会，张明便再次下楼。小张啊，你想吃鸭子就直说嘛，哈哈哈。吴书记，什么鸭子？你吃完饭不是回去休息了吗？我们2个回到这岸边啊，就看到你的鱼钩被山庄散养的鸭子给吞了，哈哈哈。这钩吞得太深了，我们也拿不出来，只能招呼山庄的工作人员把鸭子宰了，晚上烤了吃。也挺好，晚上多加个菜，我买单。很快到了晚餐时间，众人酒过3巡后，陆行舟见众人都吃得差不多了，这才开口道：“张厅长，之前听你说准备调整一下厅内的人事问题，补齐目前的空缺，现在有什么想法了吗？”有了个初步的想法了，但是我毕竟来厅内时间比较短，对厅里的同志其实还并不了解，只能从他们的个人简历上来判断这个人的能力和相关情况，但单单通过简历去认定一个人的情况，肯定也是不完全的嘛。所以我这几天大概出了个名单，正想找陆厅里看看，也顺便听听党组的想法。那这样，明天上午你直接跟我去我办公室，我们仔细谈谈关于各个岗位上的人选问题。如今厅内和地方上大范
范围领导干部缺岗，已经影响了正常工作的运转了。但你才刚来，之前也不了解厅内干部的情况，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贸然的解除干部任命的冻结，也确实不合适。现在你这边已经初步有想法了，那是最好，我们研究讨论一下，然后上会快速的把这件事给推动下去，也算能安一安下面干部的心。好的，陆厅长。张厅长，对于干部队伍建设，地方上和部里有着很大的不同。你之前一直待在部委，可能有些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我们地方上人事关系都比较复杂，很多干部其实是难免沾亲带故的，有些呢也还有着一些派系的不同。对于这些人际关系，我想问问张厅长你怎么看？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只想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如果一个人显然不适合担任特定岗位，那我个人是绝对不会同意他担任相应岗位的。至于谁说自己有什么背景，那就让他的背景亲自来找我。我其实这次下来前也已经想清楚了，按照我的年龄和级别，短期内是绝对不可能再升了。无惧无畏吧，我也不怕这些牛鬼蛇神。听张明这样说，陆行舟和吴国峰对视了一眼，随后陆行舟笑呵呵的开口问道：那如果有这样两个人，年龄、资历、能力都相差不大，竞争同一个岗位呢？你怎么看？不得不承认，背景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能力。就比如说两个县长吧，一个背后站着省里的人脉，一个没有，而他们的个人工作能力相当，那其实不得不承认，有着人脉的其实更合适，他能依靠着被动的人脉调动更多资源，让地区更快的快速发展。而在其他大多数部门，我依然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张听你和我想的一样，看来我们对人事上的安排不会有太大的分歧。又聊了会省内的各种八卦见闻，三人才各自离席，回到房间休息。一日一早，两人坐着陆行舟的车抵达省厅，张明也没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来到陆行舟的办公室，一同讨论起人事任命问题。陆厅长，这人事处副处长我看过他的档案，他的个人履历不算优秀，年龄也有些偏大了，没有过重大立功表现，文凭也仅仅是个函授的大专，我真不认为他适合接替人事处处长的岗位。张厅，这位的金大哥是省财政厅的厅长，那可是财神爷，你没来之前他就给我打过招呼，他想给弟弟动一动，上到正处级岗位，这样等过几年退休也能争取个副厅级待遇。我知道他个人能力不强，但也没犯过什么错，而且担任副处长期间还是能够胜任本职工作的吗？人事处这种岗位，我觉得还是很适合他这种党性较强，没有被举报过有任何贪污受贿行为的同志。陆厅，有这背景你把他放去装备处吗？让装备处的同志跟他哭哭穷，也让他问他哥多给我们批复点预算，维稳资金，反正过2年都要推到2线去了，干嘛非占着如此重要的岗位呢？还有那个孙涛，我也不认为他适合更进一步担任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处的处长职位，他曾经受过2次重大违纪处分，其中1次还是在去年。我个人是绝对不同意这样一位同志从教育训练处副处长的职位提拔到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处处长的职务的。张厅，这位是吴书记的小舅子，虽然吴书记之前没有打过招呼，但是既然吴书记没招呼，那就不提拔嘛，我晚点会给吴书记打电话道歉。一整个上午，张明都在陆行舟的办公室内讨论人事任命的问题，最终在临近饭点，总算到了一个能够上会讨论的程度。张厅长，那事情就先这样，剩下的事情我们明天上午上会再进行讨论。听到陆行舟的话，张明点点头，两人一时之间都不再继续说话。你敢信，身为公安厅副厅长的我，为了快速了解齐州省的派系情况，立马找到老领导进行询问。而在我回到房子之后，却发现房子墙壁中藏了大量现金和违禁品。中午吃完饭，张明就看到周航神情复杂的走了过来。张厅，你倒向陆厅长一派了？没有啊，我跟陆厅长在办公室吵了一上午的人事问题，我倒向陆厅长一派，这从何说起？部里有人说你早上是从陆厅长的车上下来的，所以你应该是选择站对了陆厅长。好，看来这下边工作确实比部里复杂，这不知不觉中就被摆了一道。没有，昨天我想着有些事在办公室不好说，便想着跟他提前商讨一下，然后他约着我和吴书记一起去郊外山庄钓鱼，晚上在那边住的，没讨论站队问题。没想到咱们陆厅看起来浓眉大眼的一副老实人的样子，还在这算计了我一下。张厅，我这几天也打听了一下，只能说齐州省目前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这些刚来的真的需要注意一点。吃过饭后，下午又查看了一下经侦和禁毒两面报上来的材料。一下班，张明便打车来到了老首长魏华所居住的小区。张明被门岗护送着来到了属于魏华的房子。老首长，好久不见啊！走进来说。魏华说完，带着张明往别墅里面走去。等两人来到别墅里面，魏华说：小张啊，前些天我听说你调到地方上了，我就一直在想你这臭小子肯定还会跑到我这来。怎么样，这么多天下来，工作已经捋顺了？还没有呢，
这么多天来一直在纠结人事任命、补全空缺岗位的事情，今天刚刚有了结果，只等明天上会再进行讨论。老首长，不待张明继续说，魏华就笑着打断了他。我知道你小子来是想问什么，那我也就跟你详细说说。目前齐州省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你们督导组1年前被袭击后，你们回到部里后，上面展开了为期近1年的大范围纪律审查。目前的省委书记、省长、纪委书记都是刚调来不久，专职副书记吴国峰倒是个坚实的本地派。老首长，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能理解。这也导致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省委书记还是省长，在常委会上目前都只握着少数的常委票，反倒是吴国峰掌握着大多数的常委票。而吴国峰年龄大了，显然是没办法再向上走一步了，未来几乎是一定会去政协走一遭的。这也导致原本他掌握的常委票现在出现了想要寻求新战队的情况，所以如今局面非常复杂。那如今是什么情况呢？按照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现在大概分成了3派，新任省委书记谭忠诚和纪委书记以及组织部部长3人为一派，新任省长马凯旋和全城市委书记是一派，吴国峰和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秘书长以及常务副省长是一派。但是这秘书长嘛，终究是省委的秘书长，早晚会倒向新书记的。听到这话，张明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随即有些不好意思的问道：首长，那您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在一般事务上，我就是个弃权的机器，在涉及军事事务上，他们也会配合让我的提议通过。军政终究不能往一起乱凑合，我能独善其身已经很好了。沉思片刻，张明点点头。首长，那你觉得我该如何自处？上边斗上边的，关你什么事？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对了。你不过一个副厅级，真当自己是什么大官了？你知不知道我们齐州省有多少副厅级干部？我们齐州可是人口大省，省直机关厅级单位就接近40个，副厅级有200多人，13个地级市，4大班子，法检2长，副厅级有400多人，省属企事业单位、高校、国企，副厅级或享受副厅级待遇的也还有600多人，你只不过是这1000多个副厅级中的一个而已，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对了，我还没问你，这次你下来是主管什么工作？听到魏华的话，张明才忽然意识到，一个省竟然有这么多副厅级，这样看，他这个副厅级好像还真的算不上是什么大官。这样看来，我好像太过高看自己了。要不是您提醒，我还真没意识到这一点。老首长，我这次下来主管的工作是部里直接定下来的。目前我主管政治部和人事工作、经侦工作以及禁毒总队，负责人事、经侦、禁毒的工作。和我一同下来的另外一名副厅长之前是我的下属，跟我私交很好，现在负责纪检工作。你这不对劲吧？人事、经侦、禁毒你都管，纪检你也能插上一脚？你这连常务都不是，但却属于是有15名的小厅长了。好家伙，你这是被上边哪个大领导家的宝贝闺女看上了，竟然能够这样安排工作分工的。我也是这几天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我们有一个厅长、一个常务副厅长和3个副厅长，这其中就我这个普通的副厅长管辖权最大。听到张明如此说，魏华叹了口气：我给不了你什么建议，上级领导既然这样安排，那一定也是有着他们的想法和用意的。我唯一能给你的建议就是坚守本心，恪守纪律，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期望。吃过晚餐后，回到自己所居住的公寓，已经是晚上9点过。张明又看到了之前偶遇过的那名少女。加班才会来呀？是啊，工作比较忙。你这生活倒是挺健康规律的。嘿嘿，我这种给社会带不来一点贡献的米虫是这样的，有空会聊哈。1日早上，在公安厅党组会议上，张明和陆杭州再次据理力争。干部任命问题不能再无限期的拖下去了，缺的编制也必须补全，让厅内的工作区域正常化。等敲定了厅内的缺编问题，还要审核下边各市局报上来的人员晋升。好，那就这么办。傍晚回到家，张明竟然在他这套房子里面发现了钱和毒品。之前的纪委也不知道是怎么搜查的，居然把这些东西漏掉了。片刻后，张明先将电话打给了周航。周航，你去调查一下，看看能不能问到这套房子之前是属于哪位领导的。张明，这套房子的情况我刚好正清楚。这些天来，我一直在翻局内的纪检档案。你现在所居住的那套房子是现任禁毒总队队长的。1个月前，他也涉及了一起违纪案件。厅内纪检部查到他这套房子，在里边发现了价值3、4万的烟酒，但终究也不算太多，只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怎么了？是出什么问题了吗？呵呵，你抓紧时间过来一趟吧，我会给厅长和政法委打电话，让他们也过来。没多做解释，张明便挂断了电话，随后又拨通了陆杭州和吴国峰的电话。当听完张明所说的情况后，两人显然都极为震惊。一个在任的禁毒总队队长，在之前租的房子中被发现了毒品和大量现金，这是想干？你敢信？身为公安厅副厅长的我，竟然在租的房子里发现了前任队长留下的罪证。我随即叫来省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厅厅长，抽丝剥茧，终于是让副厅长抓破了前任队长。
很快，三人都来到这间小公寓，三人一眼就看到了张明放在桌上的罪证。好个禁毒总队长张听，这件事是你发现的，你是什么意见？听到吴国峰强压怒火的声音，张明的脸色也很难看。如今我也是这齐州省公安厅的一员，虽然这件事大概率是在我到任之前就存在的，但是现在我才是主管着禁毒总队的那个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出了这种事，我真是感觉无比悲哀。吴书记、陆厅长，你们觉得是抓现行比较好，还是先将其控制起来，秘密调查比较好？如果是等待抓现行的话，怎么逼他来这边清理是一个问题，这期间他会不会潜逃同样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可以派人对他进行跟踪，但是万一被其发觉，怕也是个麻烦。先拘也可以，如果能在这些物证上找到他的指纹等痕迹，他也是无法抵赖的。慢慢审，相信也能有所收获。听完张明的话，吴国峰和陆行舟对视了一眼，随后陆行舟开口道：这样，我去找个信得过的物证鉴定来，然后再去调取那个总队长金腾的指纹。如果今晚能够对比出来，那我建议直接拘。听到陆行舟的话，吴国峰点点头：我同意，不过这事还是让周婷去吧，我们三个都待在这，大家互相监督，避免有人通风报信。我同意，周婷，那就麻烦你了，我和吴书记、张厅长就在这等你。随着周航脚步匆匆的离开，张明将两人都请到了客厅坐下。此时跑步的少女突然走了进来，问道：帅哥，一起出去夜跑吗？张明看到少女，心想这位有意无意和我遇见过的少女住在几楼，是不是和那位金腾总队长有着联系？今晚是不是听到了我们折腾的声音，故意下来查看的？这都不确定，我此时不能放他走，没办法，这种事情太大了，由不得我不多想。那个，进来坐会吧，我也有事想问问你。虽然很好奇张明想问自己什么，但少女还是大大方方的走了进来。那个，这两位是？这两位都是我的同事，上司，今天来算是家访吧。对了，还不知道你是住在多少层吧？我住在22层，你们不会是？放心，我们不是坏人，你也坐会吧。我这边今天发生了点事情，你既然来了，那暂时也走不了。如果你没什么问题，只能是算你倒霉吧。什么叫算我倒霉？我难道非倒霉不可吗？小陈了，这位是？这位美女是楼上的邻居，我到这边后夜跑碰到过几次，她是来找我夜跑的，但是今晚这事，为了避免意外，暂时也不能让她走。哈哈，小姑娘，你别紧张，我们不是坏人。你叫什么名字啊？是还在上学，还是已经工作了？那个，我叫夏婵，已经工作了，目前是个在实习的户籍警。户籍警好啊，挺适合你这种小姑娘的。那你家中还有在警察系统工作的吗？是怎么想着当警察的呢？那个，我不爱读书，高考分数一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家里人又想让我找个以后毕业好找工作的专业，就上的警察学校，家里倒是也没有在警察系统工作的长辈。三人正说着话，周航风风火火地领着两个鉴定人员走了进来。随着周航带着2名鉴定人员进入卧室，一阵乒乒乓乓的砸响声后，很快周航就带着其中一人走了出来。吴书记、陆厅、张厅发现有指纹和毛发痕迹，毛发现在还没办法做对比，但是指纹已经和金腾完成了初步比对，比对结果确定就是金腾的。周厅、张厅，你们看，拘，现在就控制起来。一个禁毒总队长涉毒，不可原谅，这也是我的失职。我建议直接对整个禁毒总队大队全部处级以上干部全部进行审查，一个都不要放过。对金腾直接进行抓捕，由省检和我们厅内纪检一同对他进行突击审理。听到陆行舟的话，张明思索片刻，点点头。我也同意陆厅的意见，这件事就这么办。行，就这样，现在就立刻行动。周厅，由你负责带队行动，注意保密纪律，所有行动人员一律不允许带任何通讯设备。现在就对金腾进行抓捕。走，陆厅、张厅，咱们今晚加个班，一起去省厅。陆厅，你通知常务副厅程万里、副厅长马莹莹，全部到厅里会议室报道。吴国峰说完，看向夏婵。夏婵同志，你来得很不巧，没办法，组织也要对你进行一个简单的审查。走吧，跟我们一起去省厅。陆行舟的车上，夏婵一个人坐在后排，低着头。我好后悔啊，今天抽什么风，干嘛贪图张明的色相，去邀请他夜跑？这真的是一次的外向带来终生的内向。为什么那一个不大的公寓客厅会坐着4个我最顶头的领导，政法委书记、省厅正副厅长，我正常工作一辈子都见不全的人，在一个晚上就全都见到了。张明是真该死啊，早不说他是公安厅的副厅长，要是早知道，我是死都不会傻傻的跑到这来的。红绿灯路口，吴国峰看向后排的夏婵说：我说小夏，你该高兴了，你前边这位张厅可是省厅主管人士的，你要是跟他混熟了，前途不可限量啊。吴书记说的对啊，小夏以后记得给我端茶倒水捶背按腿，或者你干脆一点，等会下车后就抱住吴书记的大腿喊叔。我跟你说，省厅可没有什么秘密，等下班的同事将这件事传到你们所，你离进步也就不远了。哈哈，你这臭小子出的什么损主意？夜晚的路上车不多，很快张明几人便抵达了厅里。里边，周航正带着纪委的10几名手下
连同省纪委在联合行动。在确定了金腾的位置后，周航用一个陌生号码拨通了金腾的电话，很快电话就被接了起来。喂，哪位？您好，请问你是7A03151的车主吗？不好意思，我刚刚停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你车刮了，您方便下来商量一下赔偿问题吗？你等着，我马上下来。周航挂断电话后，立刻安排在楼下和楼上负责行动的人立刻戒备起来。很快，周航便看到一个男人从电梯口走了出来，来到车库，见到周航，那人立马说：“你刮到哪了？我这车刚买，可没几天。”而确认是金腾本人，周航笑了笑：“你好，省纪委、省公安厅纪检联合办案，跟我们走一趟吧。”省纪委，你们不是前一段时间都查过了吗？没完没了是吧？我要投诉你们！我们没有足够证据是不会来抓你的，乖乖跟我们走吧。金腾听闻此话，也是乖乖认栽。周航押着金腾，便一路疾驰返回了省厅。你敢信？禁毒总队长被逮捕归案，身为公安副厅长的我和公安厅长连夜审问，终于得知背后竟牵扯更大的背景。对此，厅长要求我前去凉城调查贩毒集团。讯问室内，金腾看着站在自己对面的吴国峰、陆杭州等人时，心已经凉了。如果不是证据确凿，面对他一个副厅级干部，绝不会是这个阵容。彼此之间沉默片刻，陆杭州看了一眼吴国峰和纪委书记蔡通。吴书记、蔡书记，金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如今就由我来负责主审吧。您几位可以到外边的休息室旁观，张厅、周厅，我们3个一起审吧。等众人走后，陆杭州看着金腾说道：“金腾，我觉得很愧疚，我愧对党和人民。您和前一阵子被查处为毒贩组织提供保护伞的禁毒总队政委，都是我曾经担任禁毒工作时的兄弟，也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如今我真的感觉非常难过。你做了这么久的禁毒工作，对于自己如今的情况也清楚。我也不瞒你，以在你家搜索出的违禁品分量，你一定会被判处死刑，没有任何余地。我想请你看在我们曾经是一起挨过毒贩枪子的交情上，能跟我说实话，你是如何被贩毒集团拉下水的？还有已经背叛自己誓言和信仰的，还有谁？这一批毒贩，老巢在哪里？主要罪犯都有谁？老陆，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一定会有这样一天的，但是我没办法，我教子无方，他吸毒赌博，我也恨，可我真的没有办法。当我发现他被人算计染上了毒品时，我就知道他完了。干了这么多年禁毒工作，我从来没见过谁能戒掉那东西。我是一个父亲，我尝试过帮他戒毒，但是做不到啊！我真看不得他痛得在地面上痉挛扭曲。听到金腾的话，坐在审讯椅上的张明3人都有些沉默。半晌，陆杭州再次开口：“金腾，和我说说吧，这伙人是谁？在我们的队伍内还有谁同样被腐蚀掉了？”老陆，我是真的不清楚他们具体是谁，我点在哪？他们第一次找到我是半年前，因为我儿子欠了他们100万的赌债，他们当时就知道我的身份，免了赌债后也没提出要求。4个月前，他们再次联系我，那时候我发现我儿子已经开始吸毒了，他们要我部署的详细行动计划。或许是那次他们的行动很顺利，为了感谢我，对方一次性的就给了我500万的不良号现金和一些毒品。再之后，他们又找过我一次，拜托我去捞一个因为聚众斗殴进去的人，那人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唐文，37岁。你们如果要查的话，我建议从这个人入手，因为捞出这个人，他们又给了我2000克黄金，10万美金，这价格对于捞个人来说有些高了。审讯从夜晚一直进行到了清晨。审讯结束后，张明和陆杭州的脸色都很难看。小会议室中，陆杭州、常务副厅长程万、副厅长易川、张明、周航和禁毒总队现任政委脸色此刻都很难看，彼此之间面面相觑的沉默了许久。还是陆杭州先开口说道：“张厅，根据金腾交代的情况，齐州省凉城市可能存在着一个大型制毒贩毒集团，禁毒总队和凉城市禁毒队伍中有部分人大概率也出现了问题。这个案子，我想要不就这样办，你在齐州省内公安系统目前还算是生面孔，由你带队前往凉城开展秘密调查，省厅这边禁毒总队有无问题干部，保护伞这边由我来亲自调查，周厅配合，程厅长你来负责最近厅里的正常工作。”好嘞，陆厅。如今上一轮记录检查刚过，就又出现了这种事情，我真的非常心痛。这次事件必须严查，不管涉及到了谁，涉及到了什么职位，都绝不放过。你们解决不了的还有我解决不了的还有政法委书记，有齐州省省委。毒品是底线，绝不允许任何人触碰。张厅，你留一下，其他人散会。片刻后，待其他人全部离开，陆杭州长叹一口气，才再次开口：“张厅，其实你和周航前些天被下派下来，就直接被安排了具体负责工作时，其实我是很不能理解的。我一直都觉得我们齐州做的也不差，许久以来一直也没有什么重大恶性案件，凭什么我这个公安厅长就没能
能被按照惯例升为省委常委呢？现在我算是明白了，我眼瞎，面对齐州省的问题看不见。如今齐州禁毒总队一个政委，一个总队长先后涉毒，我必须要负领导责任，这是我识人不明，也是我的失职。陆听，这跟你没有关系的，你不必自责。张听，你抓紧时间秘密前往梁城市，你的行动只向我和你信任的人汇报。如今这种情况，对于厅内有没有保护伞，我已经不敢确定了，所以你要自行斟酌。稍后你去领用一下警械吧，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是用枪的高手，这次你的行动可能会很危险，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还有空的时候给你自己物色一个联络员，你这级别联络员正科、副科或者是副处都可以，具体看你自己。好的，陆听，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对了，还有个事我差点忘了，你去接待室找一下你那个小邻居，他的审查已经结束了，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你给他开个条子，让他休息2天也可以。离开会议室，张明来到接待室，找到了夏蝉。小夏，你没事了？需要我给你主管领导打个电话，说明一下情况吗？如果觉得累，想要休息2天也可以，厅里这边能够帮你请假。老张，你害得我好惨呐！看来是不需要帮你请假了。那啥，我厅里还有事，就不送你了。不用送，不用送，你比我麻烦多了。你那房子，哈哈哈哈，想想我就想笑。来，加个飞信。鉴于你昨天通宵了一整夜，今天还是休息1天吧。对了，记得联系物业，帮我换个房子。张明，你还是人吗？都是朋友，帮忙了。亲，谁跟你是朋友？我可不认识什么大厅长朋友。走了。对了，你家钥匙，算了，估计也用不到钥匙。你那屋子估计还被翻腾着呢。没再去管夏蝉，张明走出接待室，配好枪号，随后便独自离开了省厅，打车回到公寓。张明收拾好东西后，便拎着行李袋，直接来到了22层。老张，你怎么过来了？小夏，我借你这放点东西，我准备出个差，这些东西想在你这借放一下。你也知道我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行啊，放吧放吧。拜托你的事情就辛苦你了。我这次出差可能需要不短的一段时间，等回来我请你吃饭。看着张明离开的背影，夏蝉不禁摇头。张明出来后，启动车辆前往80公里外的梁城。1个多小时后，张明便抵达了梁城，随便找了家连锁快捷酒店办理好了入住。张明简单洗漱后便躺在了床上，打开警务通，张明输入了自己这拥有高权限的账号，开始查看起唐文的个人资料。半晌查看过后，张明的眉头皱了起来。从资料上看，这唐文很普通，普通的家庭背景，普通的长相，除了33岁了还没有结婚外，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是京城的做事太过干净吗？就连那起聚众斗殴案都没有被记录在内。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中，张明便睡了过去。你敢信，身为公安厅副厅长的我，独自一人来梁城调查贩毒集团。根据公安厅厅长所调查结果显示，梁城很可能存在一个大型贩毒集团。对此，公安厅厅长表示大力确查，省委会配合我们的一切工作。在正夜，已经是下午2点了。张明关掉警务通，打开手机地图，查看了一下附近的地图。随后，张明换好便装，直奔唐文所在的村子而去。车子一路行驶，很快，张明就开到了目标村落的附近，将车停在路边。张明走向一旁的便利店，笑呵呵的开口打听道：“老板，这附近有能吃饭的地方吗？最好是有特色一点的农家菜。”有是有的，不过你这城里人不一定吃得惯。你沿这条街道往城里开呗，10几公里就到市区了，啥吃的都有。饿了一路感觉都有点低血糖了，要不你给我烧水泡个面也可以。看来你是真饿了。前边有个家常菜小店，要吃饭就去那吧。我这没有烧水壶，给你泡不了面。你车靠边停，那边开不进去，步行过去也就100米不到。好的，谢谢老板。张明笑着道了声谢，随后向着小饭馆走去。来到小饭店，张明找了个位置坐下后，看向不远处正在看剧的女老板。老板，能做菜吗？能做，但是能做的不多，菜单都在墙上。你看要吃什么？我跟你说有没有？随便点了2道家常小菜，看着女老板去厨房炒菜，张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时不时刷刷手机，时不时看向外边。很快菜就做好了，张明看向老板，笑着问道：“老板，你们这村子是没有什么人住吗？感觉好安静啊！我这一路过来，就你们这个村子干净又安静，真好。白天没啥人，都去城里上班干活去了。”听出老板懒得理会自己，张明也不想打草惊蛇，便什么都没有再问。吃完饭后，张明往自己的车子走去，这回时间已经是5点过了。刚准备启动车子，张明便看到不远处一大群人一边闲聊着，一边向着村子的方向走来。这些人看样子都是这个村子中的村民。原本我还以为村中的人应该是大多都在城内的各个企业工作，亦或者是在外地较远的城市打工，但现在看来，事情好像和我所想的不太一样。车子路过人群，张明大概看了下，这群人大多都是成年男性，人数大概有60、70个。按照之前那村落的规模，怕是一大半成年男性都在这。现在看来，这些人大概率是在同一个工厂或者公司上班的，可这附近没有适合这群人步行回村的工厂啊。
这地方有问题。回到市区，张明便回到酒店休息了一会，准备等晚些时候再出门。晚上9点，张明再次起床，往附近的酒吧走去。等调查结束，回到酒店房间，张明洗漱完，正在床上思考时，陆杭州打来了电话。电话接通，张明便听到那边陆杭州开口问道：“张听，你那边目前是什么情况？有收获吗？”目前没有，我今天到这边后，调查了几家酒吧和夜店，都很干净，连笑气都没有发现。张听，这种情况其实我之前就预料到了。你刚来齐州省可能不清楚，在齐州省内，吸毒人员最少的就是梁城市，抓获的贩毒分子数量也非常少。如果不是这次有证据明确指向梁城，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梁城会有问题。我这边今天按照金腾的交代，对公安厅进行了一番侦查，又摸出了一个处长，而根据这位处长的交代，线索同样指向了梁城。梁城可能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贩毒团伙。好的，陆听，情况我已经明白了，我一定会尽快把梁城市的毒瘤给拔除出去的。张听，省厅这边也派了一队禁毒支队下去，你是什么想法？是你们一起行动，还是分开各查各的？我把他们汇报上来的情况转述给你。听到陆杭州这么说，张明沉思片刻才开口道：“分开行动吧，他们的目标太大，暴露风险太高。如今我们还没有什么线索。如果被人盯上，那调查起来会更加困难。我之前虽然没有具体负责过禁毒工作，但却参加过抓捕毒贩的行动，对于毒贩也是有一些浅显的了解。”听张明这样说，陆杭州叹了口气：“张听，你千万要注意安全。有些话说出来可能不是那么恰当，但你目前是公安厅副厅长，而非一个缉毒警。更重要的任务是指挥全局，而非单枪匹马调查缉捕毒贩。”张明听到这话，愣了下，随后点点头：“陆听，我明白，我会保障好自己的安全。”电话挂断，张明开始思索。厅内要下派禁毒支队下来，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禁毒总队的队长被双规，再有新人那里，这必然是一件瞒不住的事情。而如果厅内没有任何后续动作，那反倒会让人觉得奇怪。但省厅派下来禁毒支队到地方，必然会引起地方贩毒人员的警觉，调查无疑会更加困难。毒贩直接选择蛰伏一段时间，也并非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一个人想要找到线索，无疑难度会更高。思索片刻，张明的目光再次看向手机上的地图。目前看来，这个唐家村是唯一的线索。把这里的事情搞清楚，说不定线索就会明朗起来。只不过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注意到这里，省厅下来的禁毒支队也会将目光锁定在这里，等到他们进驻村子，惊扰到对方。到那时，我再想调查出什么，怕是不行了。如今禁毒支队这样贸然进村，必然是会打草惊蛇。我还真有些好奇，这些蛇被惊到后会做出什么举动。时间很快来到晚上，张明再次驱车来到了唐家村与码头，放好渔具。张明想起白天拿无人机看到的画面，便开始思索起来。正思索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看到电话是陆杭州打来的。张明接通电话：“喂，张听，我跟你说一下今天支队汇报到我这的情况。今天支队下去把唐文带到梁城市公安局了，并且对其进行了突击审讯。不过这家伙的嘴很严，问什么都说不知道，甚至连认识金腾都不承认。”今天他们在带走唐文的时候顺利吗？是以什么名义带走的？下边说非常顺利，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拦。至于带走他的名义，用的还是之前的案子。支队警察谎称他被另一伙斗殴者中的一位受重伤的人给告了。很顺利，这怎么下去的是警察？对方就那么痛快的交人了，甚至村里的族老都没出来问问，保一下唐文，这很不正常。陆听，禁毒支队下去抓捕唐文的真正目的，怕是在他们抵达之前，风声就已经走漏了。张听，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情况，后续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要不要亲自审一审这唐文？我们虽然是以过失致人重伤的罪名逮捕他的，但实际上之前和他打架的那伙人并没有人受重伤。虽然我这边目前一直在做另一伙人的工作，想要其中有人站出来举报唐文，但目前还没能说动。所以为了保持程序上的正义，我们只能传唤他24小时。24小时，这时间有些不够用啊，有没有可能将这个时间拖长？我想无论是唐家村，亦或者是唐文，都应该做好了挺过24小时的信念了。所以我们怕是很难审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对了，我记得之前看材料，这唐文不还是附近青林乡的副乡长、纪委书记吗？能不能请纪委的同志帮忙，把他转移到纪委那边？他们轻轻松松就可以进行留置3到6个月，这样我们可以给外界透露假消息，说他证据确凿，移交给异地警方，被判了重罪，炸一炸那些有心人。我去请示下吴书记，然后让吴书记帮忙联系梁城市纪委的同志，看看这么多年来有没有收到过关于唐文的举报，如果有的话，那就提前办，把他控制起来。挂断电话，张明心中更加坚定起来。案件不到查清楚之前是不能跟支队那边见面的，也不能互通情报的。如今既然明知道了组织内还是有人通风报信，那所有人都是合理的怀疑对象。